好，今天的话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 Fight2Ban 和 Cloudflare 拉黑 IP 达到我们网站防御的内容。这期内容呢拖了很长时间，这是最后一期了啊。我们前头2期分别跟大家分享了展示效果啊，拉黑的一个全过程。第2期我们讲了如何去使用这个 Fight2Ban 和 Cloudflare 对接API 的方式抵御 CC 攻击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来看呢，还是破绽比较少，可能还没有遇到真正厉害的大佬吧。那有一些是这样的，他们已经开始不去触发我的拦截机制他们使用一些慢速攻击或者说是大量的 IP 攻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间节点，它已经打进来36000个独立 IP， 在60秒内全部灌入你的网站，并且不会触发你的什么404、503这些频率限制。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能直接把你的 CPU 占满，你的缓存基本上被 CF 抛弃了，给你输送到原站你的原站的负载就会很高。但这个的我相信它的成本应该不会特别低。那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恶意 IP 库的融入，结合这个 Fight2Ban 去组合式的防御，这都是后话了。目前来看，只有这种方法，或者说慢速攻击刷你的流量正常的去打才能打到。像这些基本上已经打不到多少的量，起不来量了。之前都是1 T 1 T 的，也就几个 G。为什么会有就几个 G 呢？就是因为它一旦被我监测了，它就会被拉黑。拉黑了的话，它在这边就呈现不出来了。今天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期呢，我们就来讲原理原理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对你以后自行部署到你擅长的一些网站架构上，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把这个科技烂的脚本下载到你的本机，在浏览器打开，对，回车，然后它就会自动去下载。VS Code 直接可以打开的，这就是全套的科技蓝脚本并且开源无后门的，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 Ctrl F 搜索我们的 Fight2Ban 脚本里，我定义了大概有4个关于 Fight2Ban 的函数什么是函数？就是有点像是封装好的一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呢，它是用来监测 Fight2Ban 的状态的，重启 Fight2Ban。等待3秒，因为它重启是需要有个过程的，然后再去监测 Fight2Ban 的一个状态，它有哪些监狱它开了哪些规则，会有很多地方会调用这个模块。这是 Shell 脚本的一个用法，是不是其他语言标准用法呢？我也不太清楚，反正 SH 的脚本是这样的去编写的。这块呢，我们是用 Docker 来搭建的 Fight2Ban， 所以我们这边的命令其实都是带 Docker 的。这个呢会在外部进行一个配置，比方说我配置一个 SSHD它就可能传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去查询 SSHD 的拦截情况。这个呢就是安装我们的 Fight2Ban并且配置好我们的 SSHD Docker 来安装，是容器部署的一个命令。那我们 run 在后台 run 一个 Fight2Ban 的命名的容器，这块的 host 呢其实是在定义这个 Docker 运行以后的网络。host 呢其实用的宿主机的网络，那宿主机开什么端口呢，它就能监测到什么端口。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常规的一种-P 的 Docker 容器的8080端口映射到宿主机的8080端口这样的去操作。那这边呢给它设置时区给它设置一些参数，这些参数就是 Fight2Ban 能正常运行的一个必要参数，是我们映射了一个路径，我们在这个路径下去映射一个 Fight2Ban 的配置后，它就会映射到这儿。这边呢是为我们 SSH 的访问日志提供的，因为我们的访问日志其实是在宿主机，我们这边要配置宿主机的路径，然后把这个路径映射到我们容器内，设定它为只读，它只查看日志的话，它就能把我们的日志异常的一些东西筛选出来拦截。这个是针对 SSHD 相关的规则的日志都会放在这儿，当然也会有其他的规则，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 home web log nginx 其实就是 LDNMP 的 nginx 日志存放的路径，那我们会映射到它的对应目录。你只要这样的对应以后，可以被它实时监控，然后拉黑站点恶意 IP。这个参数呢是开机自启，服务器重启以后，它也会跟着进行重启。我们是从
Docker Hub 里头去拉取。那容器部署完了，我们需要等待3秒。如果是 LPAN 的话，我会去到这个目录下，这个目录呢就是一个过滤器的存放路径。这个路径是我们刚才做映射 configure 映射到宿主机的，所以我现在直接去进入到这个路径去下载对应的配置。配置文件呢就定义一个我们专门为 LPAN 使用的过滤 SSH 异常行为的一个过滤器。频繁错误告警，它只是一个过滤器，它不会有动作，它只是告诉你，但是具体你要做什么它不管的。这个呢是 SSH 的，这个是 SSH 针对 DDoS 的，对于 LPAN 来讲的，相当于监狱一样的配置文件存放路径。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复制。填写到浏览器，开启了一个 LPAN 命名的 SSHD，D 就代表它 SS 后台运行一个服务，开启这个监狱。那这个监狱会用到哪个过滤器？就是我们刚才传进来的那个过滤器，监听 SSH 这个端口，去查询哪个日志文件在我们宿主机上的这个路径下的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专门 LPAN 去使用的发现10次错误以后就开始进行拦截，就是防止暴力破解的一种手段。那如果是 CentOS 的话，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用改，我们直接到这个规则的这个目录下下载这个 CentOS 专属的 SSH 的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跟刚才的 LPAN 有什么区别？它也是针对 SSHD 的，那它是 CentOS 的命名，用的是 FileToBan 默认的过滤器就可以了，因为 LPAN 那边不太一样。下面的话我们就用的是 CentOS 专用的访问日志的这个 log 文件，然后我们的 CentOS 也 OK 了，那剩下的就是通用的，像我们的无版图Debian它就会去安装这个。那这个组件干什么的呢？它就会去生成一个 SSH 相关的访问日志的文件，装完组件启动这个组件，然后开机自启这个组件这个目录，下载我们通用的 SSH 的这个监狱。这个监狱呢同样很简单，这个命名的话就是 Linux 就比较通用了。我们同样开启去用它的标准规则，我们监听的是 SSH 端口这个通用的一个变量应该叫是指向的是哪个路径。这一系列的操作呢，我们的 SSH 监狱就算是部署完成了，就是你至少这个 FileToBan 创建好以后呢，你这些不同的系统都能正常的运行，并且拦截 SSH 端口上的暴力破解，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不同的系统呢，我们会调用不同的监狱，所以我们这边 XX 就是一个变量。那如果这个变量等于我们的 LPAN 呢，那它就去到 LPAN 的这个监狱去调取信息，这个就是针对不同系统进行呈现拦截记录的。这几个函数呢讲完以后呢，我们就进入正题了。好，我们打开脚本，选择10，大家看到35的话就是站点防御程序你输入这个35以后回车到这边的一个判断。我会监测我有没有这个 FileToBan 的 Docker 容器，如果有的话我会弹出你已经安装了，然后我会把这些信息给你罗列。那如果它没装我们的 Docker 版本的 FileToBan 呢，它如果装的是我们宿主机上的 FileToBan， 我这边就会监测我就说让它去卸载。那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安装这个地方来了。先清一下屏幕，测一下有没有安装 Docker。如果安装 Docker 的话，那我们就这边就跳过，重新配置你当前使用的 Nginx。我们会把这个 Nginx 容器先删掉，去下载对应的文件。这个就是我们 Nginx 主配置文件。对，所有的内容呢都仰仗它来完成的，过一下目就可以了。还要去拉一个默认的这个配置，因为有些小伙伴呢，他是用科技LAN的脚本用的时间比较早，他有可能当时还没有这个防御系统，所以我现在呢帮大家去做一下更新，无缝的去接入到新的配置当中，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吧？申请证书这个是自签证书的意思，因为它也是一个函数，所以封装到这几个字母里面了。它会去装这个 OpenSSL， 然后借助这个程序呢，我们去申请一个自签证书，是会隐藏你的源站 IP 的。证书也申请好了，我们重新建一个新的 Nginx 容器，我们的容器的权限给它改成777，这样的让它访问源码。FileToBan 就开始安装 SSH 了。我上面不是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吗？对应的函数名粘贴到这儿，调那个函数过来去执行，这就是便捷的一部分。你像这些，你看这个是安装 Docker 的函数这个是自签证书的函数，那这个是 FileToBan 安装加 SSH 配置的函数。
关于网站相关的。这边呢，我们同样会给一个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呢，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拦截4系列、5系列报错的这些恶意请求的过滤器。随着我的迭代呢，已经迭代到第3版了。第1版我给禁用掉了，它是比较简单的，就是404和503都会告警。第2版是404、503、444都会告警。后头呢，我做的更绝一点，就是4系和5系的都会告警，这就更严格了。你一旦触发了不正常的行为，我就一律那封不封你呢，就不是他来完成的，他只是帮你做过滤筛选出来。我们会去下载这个监狱的配置文件，比之前更强大了，是结合了 Docker 版本的 Fight2Ban 定义的一些监狱，因为 Docker 版本是比较新的，原来在宿主机上安装的那种比较简化的、比较老的。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监狱的名称，那我们是拦截 Docker 应用的这块呢，会植入到你的 iptables 你宿主机的防火墙，2个端口 HTTP， 一个是 HTTPS， 就是80和443。我们会用到 Cloudflare 对接的这个 API。当然，大家如果不对接的话，脚本代码里头会把这一行删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Nginx 的。就是我们的访问日志文件。下面呢，就是当这个过滤器告警了同一个 IP 5次请求都是恶意的，那我就会关小黑屋关1个小时，那是600秒内10分钟，如果有5次的话，那我就会把它关小黑屋关1个小时。这个呢，就是我不监测这个 IP 段的恶意访问。下来呢，就是很多其他的监狱了，这些监狱呢都是我结合之前 Docker 内的一些配置去搞的，什么418呀这些，有可能我上面的有疏忽，那下面的这些查漏补全去帮我一并拦截。还有我们的爬虫识别拦截等等这些，反正是各种恶意吧。OK， 这些呢我都复制过来，包括我们的频率限制的，最后呢还有包括 PHP URL 的异常，我们也都会进行拦截。所有关于网站防御的监狱的配置，当然你也可以不需要那么多，你可以根据你自己需求进行删减。网站监狱的这个配置文件里头有包含 Cloudflare 的，我都会把 Cloudflare 那一行全部删掉。这一行命令就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有些小伙伴呢，他可能不需要接入 Cloudflare， 网站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了我们 CD 回到根目录，我们去重启一下我们的 Fight2Ban， 我会重启 Fight2Ban， 等3秒打印 Fight2Ban 的规则状态。下次小伙伴在进入35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监测到这个 Fight2Ban Docker 容器已经运行，那我们就会弹下面的这个用户界面。第一个选项就是开启 SSH 暴力破解，那我们这边就是把这个 false 改成 true， 关闭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true 改成 false。同样我们会调用这个函数去重新启动，然后并且更新你的这个监狱的状态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单纯了，这块呢我们就直接显示这个监狱的数量有哪些规则。好，这个8呢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我们用这个命令，它就会实时不间断的去在你的终端上刷新你的日志信息。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8，看一下会怎样。罗列，实时罗列你当前拦截的一个情况拦截了哪个 IP。11的话，就是我们先会装一个 Nano， 会去帮你把这个路径下的文件用 Nano 帮你打开，让你自己去编辑你这个监狱，自己编辑这个文件。编辑好以后呢，我们帮你自动重启。我们可以看一下11刚才我说的，他发现没有Nano， 它就会去装 Nano 装好以后，这些呢就是配置，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在这边自行去修改。那你如果不改的话，就 Ctrl X 就直接退出了。如果你改了的话，就 Ctrl X Y 回车这样的去操作。好，那我们21是什么？21就是对接 Cloudflare 的，要求你去输入你的 Cloudflare 的账号，输入你 Cloudflare 的全局的 key 就是 API， 这样的所有的拦截功能全靠 Cloudflare 帮你去拦截。到 Nginx 这边去重新下载一个文件，然后我们并且重启这个 Nginx。就是安装 Fight2Ban 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那这块呢，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刚才是10，我们现在是11。我们发现下面呢多了配置内容，这些内容是干什么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对接 Cloudflare 以后呢，IP 都是通过 Cloudflare 来转换的，有一个转换过程。你要知道 Cloudflare 的 IP 段，你通过 IP 段可以溯源到真正访问你 IP，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抓它这块是 IPv4 的，这块是 IPv6 的，你可以把 CF 的 IP 转换成用户真实访问的 IP， 比较核心关键的一个点。
你可以搜这个 CF IP 范围，你点开它官网上就有。然后它这边呢都会有更新，它是更新时间是2023年9月28号。那我用的就是最新的，你可以看到这是 IPv4 的啊，这边是 IPv6 的。我们再重启我们的 Nginx。同样也会下载我们这个文件，那一行被我删掉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又要把它重新拉出来，不再删了。新接触到的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叫动作目录，它会干什么？那我们去下载 Cloudflare Docker 这配置文件里头的就是关于如何去调用 Cloudflare 的 API 的一些方法，去使用你的 key 加上你的用户名，我那个文件里默认的嘛。然后呢，这个是你新输入的，这两个输入完以后呢，我都会帮你把我之前的都替换掉，这个配置就完善了，我就会去重启 Fight2Ban， 你的 Cloudflare 就已经可以对接到我们这规则里来了。这就是全套35 Fight2Ban 网站防御相关的原理源码解析。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Fight2Ban 可以拉黑访问网站的恶意 IP， 如果接入到 CF Cloudflare 的话，我们可以调用 Cloudflare 的规则 API，我们去让 Cloudflare 帮我们进行拉黑，你已经让 Cloudflare 把那些恶意 IP 拉黑了，它就根本来不了了。好，当然这个呢只是一个初版，未来的话，如果随着对防御的理解更全面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优化，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吧。现在的话还属于小白阶段，当然跟那些真正厉害的学攻击的这些小伙伴呢，可能维度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我愿意就是吸纳这些高手，让我越来越强，那就看他们肯不肯了，看他们舍不舍得了，被我这么白嫖。那我们今天这期原理篇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